那么各位同学，咱们现在正式开始啊，咱们今天晚上的课程啊。今天晚上啊，画的是这个江寒汀的飞燕牡丹啊，飞燕牡丹。那么这幅作品大家看一看啊，这幅作品说难也说简单也简单啊，说难呢就是这个牡丹有一点难啊。那么这种牡丹的画法呢，和咱们平时画到的王学涛的这种牡丹，对不对？不大一样啊，这种花瓣比较小一些啊，属于这种复瓣的牡丹，就是花瓣特别碎的这种牡丹啊。那么这一类的牡丹，那么它的用笔我们很像咱们上一节课画的这个莫古的这个菊花，对吧？颜色也比较像啊。整个的状态就是比较碎的牡丹花瓣，然后呢簇拥到一团啊，包裹的很紧实，对吧？有这种感觉啊，有这种感觉。那么画的是非常的精致的啊。这个牡丹呢不是一遍画成的啊，不要误以为一遍能画成，最少得2遍，最少得2遍。哎，那么一会儿呢，咱们就先从这个牡丹开始画起啊。注意一个画面的一个构图啊，注意构图。那么看到现在画面呢，1/3上方那就是要留出来给小燕子啊，给小燕子留出来。那么中间1/3。也是留出来，那么牡丹正好是在下方的1/3中间啊，所以你起形的时候不要太高，也不要太低。太高了啊，小燕子呢画不下啊；太低了，牡丹画不下，对吧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啊，要注意这个。别的没什么了啊，别的倒没啥了啊，要注意这些问题，好吧？喝口水啊。今天是写着画。写着画是什么意思？就写意呗，写着画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来画这个牡丹。那这个牡丹呢是有一点偏紫的这么一个颜色啊，有点偏胭脂色。但是这个胭脂不能纯用，纯用特别的暗啊。你看看，老师调了一点，挤了一点胭脂，你看看，黑乎乎的一团，对吧？所以啊，要搭配的使用，并且。那么我说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大家在调色的时候一定注意这个毛笔，你看我们的毛笔啊，笔锋通常这么长，对吧？通常这么长的笔锋，那么你调色的时候，你蘸的颜料你蘸了多少？自己有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？你每次蘸颜料，你毛笔是蘸满了吗？还是蘸了1/2还是1/3？对不对？这是个问题啊。比如说你画紫藤花之前。那么好多同学可能这支笔长度有个4厘米、5厘米啊，有5厘米左右这个锋长，他可能蘸颜料，在碟子里边搅和，最后呢1/2或者更多都蘸满了颜料。那么你在点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把毛笔摁到笔根这儿，对不对？你顶多是把摁压到笔肚子这一块，对吧？那么笔肚子以前那全都是颜色，那么你点出来，那么全是颜色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颜色。它是你调好过的，在碟子里搅和均匀过了，那么画出来它整个那一团啊，一个疙瘩，那么它是一个平面的，明白吧？它就显得闷不透气。所以画那么小的这个花的时候，我们蘸颜色笔尖啊，你就蘸这么一点就行了啊，蘸这么一点，然后其他的部分呢都是水啊，或者比如说你调白了是白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摁压的时候，你摁压一半的时候，正好既有颜色啊，又有白。还有水分，那么整个它画出来那个花瓣它就是灵动的，是通透的，明白这个道理吧？大家的交的作业里边啊，我说过很多啊，有的画的挺好的，但是就是这个颜色不会调啊，不会调啊，这个问题注意啊，注意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你今天这个牡丹花你才能画成功，否则这个牡丹必然是画成一团疙瘩，就不好看啊，就不好看。好了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，需要大家自己重视起来，好吧？你不重视的话，那就没办法了啊。我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的啊，自己要重视一下。好，拿出我的复古小碟啊。好，我们调一下颜色啊，曙红啊加胭脂，曙红加胭脂的这么一个颜色。以画牡丹人就多，应该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大家都热衷于牡丹呢。
那么这个我们把它搅和开啊，一定要把颜色呀搅和开啊。你不要直接去蘸这个颜色，一画呀画一疙瘩，对吧？你看这个谁呀？有的老师啊，他调色啊，他都用手把颜料给研开啊。你怕弄脏手呢，你可以拿一支毛笔呀，这样把颜料摊开啊，摊开。那么这边是这个胭脂啊，放旁边，对吧？那么这个花呢，它就是有一点偏胭脂的颜色啊，有一点紫色，对不对？哎，邂逅美丽就不喜欢牡丹，对不对？我同感呐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不大喜欢牡丹花，太雍容华贵了啊。可能我做人比较低调，所以不喜欢这么张扬的花。好，摊开。那么摊开之后啊，你可以有些呢，你可以给它搅和到一块儿去啊，搅和一块儿去。这一块儿给它搅和进来，哎，调出这么个感觉啊，胭脂稍微多一些，为什么？这个花偏紫。好了，那你就知道啊，这个碟子里边颜色由深到浅，给它排布出来啊，明白吧，同学们？好，再来个碟儿啊。比如说这个其实可加白也可不加白啊，它的这朵牡丹啊，可以加白也可以不用加白，都行，看你个人啊个人的意愿。如果要加白，也不要加的太多啊，白色切记不可加的太多，太多了容易粉气，而且啊，到时候颜色啊在里边啊容易这个制笔。你可以稍微的来一点啊，不要太过分了啊，别太过分。好啦，那么开始啊，那么画这个牡丹，你看它花瓣比较长啊，你起码得找一支稍微饱满一点的啊，锋长一点的毛笔，就不要拿这个之前啊老师说画牡丹呢，或者画一些大花用到的那个叫什么花开富贵啊，你们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用过？那个是属于蒜头笔，就是胖嘟嘟的。那种画那种大花瓣啊，画那种王雪涛那种牡丹就比较适合。那么它这个牡丹啊，就适合这个锋长一点的啊，锋长一点的毛笔。你看我调了一个白啊，调的比较浅，比较淡啊，现在调的很淡啊，你看淡淡的啊，别整太多。你看啊看到没有？笔根有水啊，前面是白，加水。好，稍来一点颜色啊，试一试啊，先浅一点。那么这个花啊，不宜画的太，一开始不宜画的太重啊，不宜画的太重。为什么呀？太重之后，这个花它第二遍再往第二遍加的时候，它就会更重了，对不对？一定要留有余地。那么用到的这个技法就是点写啊，点写的感觉，然后进行包裹的感觉。有一点像画上一次的这个菊花啊，还有一点像咱们有时候之前学到过一个叫什么技法，切瓣法啊，大家记不记得啊？那么切瓣法倒是一般是第二遍加色的时候会用到啊，加色的时候会用到。好，开始。那么首先找好一个位置啊，1/3处，我看一眼，大概1/3啊，1/3下边这一块啊，那么从中间开始画起。那么这个牡丹花比较大啊，大致下面要留出这么多的距离啊，下面要留出这么多的一个距离，哎，弄个颜料管，大概啊一个颜料管瓣啊1.5个颜料管的距离要留出来。所以呢，咱们画的时候啊，找一找大概啊，这个从中间啊从花的花心到它的下方边缘，大致呢是一个颜料管的距离；从花心到上方，大致又是一个颜料管的距离啊，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就可以了。你就按照这个比例啊，大致找好位置啊，然后注意用笔。那么看老师这么一笔下来啊，它的这个颜色，它是水灵的啊，是灵动的，不是有的同学啊那一笔下去，这颜色就闷了，对不对？就闷了。我老说你们颜色啊，别调得太闷啊，别调太闷。就是这个意思啊，
明白吧？你看这一笔，那么它是有深有浅啊，有轻有重啊，有深有浅，有轻有重的感觉。里边的花心部分啊，花心部分注意啊，这个颜色它要浅一点啊，要浅一点啊。这个地方这个花瓣可以稍稍再加一笔大一点，哎，再按照这个感觉把它包裹起来即可啊，把它包裹起来即可。所以我们的毛笔里边既要有颜色，又要有粉啊，又要有水，它画出来，它花瓣才有这种娇艳感啊，还有这种娇艳的感觉，对吧？不至于太呆板啊，不至于太野啊。好多画的这个牡丹特别的野啊，它就不好。好，稍稍啊，一开始啊，这里边的它的颜色会比较重一些，你看比较重一些，所以一开始这个笔尖啊，可能画几笔就得笔尖就得蘸一点这个重色。注意花瓣与花瓣之间要留有这种空隙啊，留有这种空隙，明白吧？哎，要留有空隙才行，不然呢就堵死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啊，像这样的继续给它包裹起来，看毛笔灵动一点啊，往回勾一下，大胆一点。好，按照这个路线啊，这个感觉，先给它包裹起来，先把里边这一层，哎，给它裹起来。它就有了啊这种深浅变化。看到没有？那么首先呢，把花心这一块啊，里边这一块呢，我们就给它裹起来了。那么这个里边啊，它其实又是比较重一些啊。这个里边呢，它又是比较碎的这种比较颜色比较深的这个花瓣啊，那可以呀加重一点啊，加重一点，尽量啊与边缘与外圈保持一定距离啊，不要撞一块，暂时保持距离。干了之后，第二遍该切的再切，该加重的再加重，明白吧？那么它的这个花瓣，你看看，它是有这种层次感、包裹感啊。有时候逆风，看到没有？搓一下啊，用笔，你看逆风这么一搓，不一定非得是很正常的，那么去画它哈，不一定非得是一笔一笔这么写啊。有的时候呢，就是搓一下啊，用笔的时候搓一搓。今天没力气是不是？今天累了，今天确实累了，跑出去跑一圈跑累了。还好，保证能把这张画画完，倒是没问题的啊。好了，继续啊，往外圈就继续这样的，哎，不断的添加它就可以了。有时候散锋一点也没事啊，散锋一点也没事。要画一定画这种东西，一定要留有余地啊，别一下给它画死了啊，别一下画死了。好，慢慢你看包裹过来啊，慢慢的呢就到了外圈，再蘸水，再蘸色，笔尖啊蘸一点重色，该加的地方了，稍稍啊趁湿给它加一些。就是这样。你看，注意一定要留白的地方啊，不要画死了。一开始画死了，后面很麻烦。好，
那么到这边啊，稍稍放开一点啊，大胆一点了。你看它的一些用笔啊，这种感觉都是反着搓出来的啊，好多都是，哎，反着正着啊，正着都可以，反的正的都可以。边缘处啊，一开始不要加太多，到后面再加啊。边缘处呢，后面再加。先把这个层次啊给它铺出来啊，把层次先给它分出来。先把层次给它找一找。我看看大小啊，瞅一眼这个比例大小差不多了啊，这个大小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啊，留有一点余地。好，下面继续来调整啊，继续来调整，好吧，继续来调整。底下的这个稍稍小了一点啊，稍稍小了一点。回头我们再增加啊，画小了没事，可以再加圈啊，再加圈。画大了就比较麻烦了啊，它减不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啊，我们呢要稍稍把毛笔啊弄干一些啊，弄干一些，然后呢来一点重的颜色。其实稍稍等它干一些，效果会更好啊。现在画也可以，现在画也可以。那么调一点这个胭脂啊，胭脂色，哎，就是这个胭脂啊，稍微加一点啊。那么就要注意啊，要切出它的一个形来，对吧？像这样的这个花瓣啊，像这个花瓣呢，为什么要留有这个白？一定要留好啊，留好。只有留好留住了，你才能切出这个花瓣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如果没留住，那么这个花瓣的感觉它是切不出来的，明白吧？哎，怎么有点啊？这样就好。好，包括里边啊，里边。那么里边你想象一下啊，你想象那个花没有打开的时候包裹在一起，它花瓣与花瓣之间它是这样咬合住的啊，这样包裹住的。那么你感受一下啊，自己这么想象一下，那么它里边这个用笔应该是怎么样？哎，让它包裹起来，并且要透气啊，透气。何为透气呢？就是不要糊死了。你看看深的、浅的、深的、浅的啊，它有这种。就始终让它保持这种层次感啊，从里至外啊，从深到浅，它都有这种层次感。那么慢慢的啊，我们再来修整它，调整它的一个丰富它的一个这个层次啊，以及细节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说呀，画画有时候经常大家都知道，要在似与不似之间啊，要似与不似之间。那么这朵花。它就是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对吧？画牡丹啊，我们更是要有这种感受啊，有这种感受力。有时候看像一朵牡丹，有时候看又不像牡丹，为什么呢？特别是好多这种大写意的牡丹啊，看着又像又不像啊，似是非非的这种状态。那么其实就是它其实就是这种颜色的啊，互相的穿插搭配啊，营造出的这种视觉感受。好，哎，有些地方对吧？再来添加一下啊。其实有的要等它再干一点呢，效果会好。现在你看看有点湿了，它就会容易阴到一块儿去。好，这边啊，再往这边来。首先我们都是往根部的地方来，这有一点像我们上一节课画那个菊花，画完之后，最后要把这个缝给填一填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那么其实这种画法啊，它其实就是墨骨法，只是它是在生宣上啊，只是在生宣上啊。所以我说好多这个名家呀，他其实都是墨骨高手啊，像画小写意的，明白吧？都是墨骨高手啊，他好多这个墨骨的技法就直接用上了啊。有时候是里边重啊，有时候是外面重，看到没有？
有时候是里边重啊，有时候呢外边。我们强调一下这种翻转花瓣，它有一个翻转啊，所以有时候呢外边呢它有这种要重一些，有时候啊里边又重一些，慢慢的收拾出来啊，让它有这种包裹的感觉啊，旋转的这种感觉啊，层次感加一加。一定别加死板了啊，慢慢来，别一下太猛啊！好多同学这个太猛，画画，像画牡丹刷刷几笔，连修改余地都没有了啊！有些东西你要没看到他作画的一个过程，你是不会明白的啊。像陆亦菲画牡丹，她的牡丹它的颜色就比较重一些。陆亦菲画牡丹，它颜色有时候啊会非常厚实啊，画的比较厚。特别有时候画白牡丹的时候，它通常先用白色打个底，明白吧？用白色打个底，把白的地方它先给画出来，然后再来用红色，好几遍啊，它不是一遍成的。那么如果你没看到啊，你只是看到最后的成品，那么你会啊自然而然呢，会想当然的认为它就是一遍画出来的，那么其实不是。还有的人画牡丹呢，他对颜色非常的讲究，他几乎是啊这一笔点完之后，他把毛笔特别画这种粉色的啊，特别这种粉色的牡丹，白色的啊就偏白的，那么他会把毛笔重新洗干净，重新调色，重新啊调白，然后调这个红，蘸红色，非常的讲究。为什么？因为害怕什么？害怕老师说的啊，一开始说的，害怕画平了，明白吧？害怕这个颜色一笔下去啊，特别死板。所以在这方面要注意啊，该讲究的时候呢，要讲究一点啊，要讲究一点。好，那么这一块啊，牡丹，我们一会儿呢还得再来一遍啊，等到完全干一点了之后啊，还得再来。现在呢还是不够啊，还不够，所以之前给你们弄了一个知识点，叫复半点写，对不对？它好，复笔点写啊，叫复笔点写，好多都是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。那么为了强调啊，中间这一部分的这种包裹的比较紧实啊，我笔尖稍稍调了一点点，特别淡的这个曙红啊，这个特别淡的这个曙红。那么我要把这一块有些地方，哎，我再呢给它加一加，把这种空白的地方有的稍微填一填，把这一块让它包裹起来。哎，稍稍来一点啊，稍微来一点。整个亮的地方是在哪？这一圈亮啊，这边有一点亮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让它统一一点啊，不要太跳跃。如果老是太多的这种红白啊，深浅，它太跳跃就容易显得花啊。所以里边回头我们稍后啊还得继续调整啊，继续调整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可以把叶子画一画啊，把叶子画一画。等它稍干一点了之后啊，我们再来处理它，好吧？那么下面的叶子啊，我先把下方的这些叶子给画一下吧。啊，把下方的叶子。那么叶片呢，基本上有2个颜色啊，一个深色，一个浅色，对吧？一个深绿，一个呢浅绿，嫩一些的颜色啊，嫩一点的颜色。碟子有点脏，我擦一擦。好多同学的这个画墨骨用的那个颜料啊就不大行啊，就是太
沉淀太多啊，杂质太多。画血意还是可以的。那么我们调花青加藤黄啊，花青加藤黄，调出一个比较深的。那么你看它的这个叶片啊，它的一个叶片颜色也非常的通透，对吧？绿中啊见点黄这种感觉，那都是跟你的蘸色啊，毛笔蘸色有关系啊。所以毛笔蘸色啊，一定要蘸好。我这个牡丹啊，需要我也是专门练了，为了画这个牡丹呀，我是练了昨天晚上啊，给你们弄好这个案例之后，你看我练的这个啊，这是我练的这个，对吧？还练了一些花头，因为它的这种画法就是比较独特，明白吧？你只有钻研过，你才能画出来，没钻研过，根本就是画不出来啊。细细的钻研，我不光，像这些画家，你们包括你们之前学到的这些画家，我不光是看他们的画，我还看相关的文章，你知道吧？别人写的文章，各方面的，你看像这种技法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种体积感、包裹感、花瓣的感觉，它是不一样的，明白吧？哎，我昨天晚上也自己稍稍练了一下。为了今天是用卡纸画，所以我在卡纸上稍微练了一下。我不知道在卡纸上画牡丹是什么感觉，所以呢，我提前练了一下，画出来我感觉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啊，是对的。你看看这个现在画的这一朵的这个感觉啊，还有这一朵的这个感觉，就是他的啊，江寒汀的这个画的感觉，还有陆亦菲那个画的感觉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这种感觉，所以你按照老师这个一步一步啊，现在还没成型，过一阵啊，等过一过啊，就会成型了。成型之后就能出现这种效果，我是比较喜欢钻研这些东西啊，研究这些技法。所以呢，我首先我会去找视频看，如果找不到视频，我只能找文章看。文章如果有写如果有他学生写的，或者是身边的人写的哈，能够把这种技法写出来的那更好。没有的话，我就看一些生平的事儿啊，生平的他的一些经历，以及别人评价他这个画啊是什么样啊，我会看一看啊，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来研究他这个技法，就是这样的，明白吧？不是信口开河啊，不是信口开河。好，继续吧。所以你们之前的那些什么课件呐，那些知识点呐，都是我们老师啊按照我的这个思路这么来的，不容易啊，做那个课可老难了啊！为啥要成立一个高阶部呢？不过有一个好处啊，促使我看了很多的这个论文啊，我真的看了很多的论文，我手机下载了好多论文啊，手机用那个知网 APP 啊，看了好多的论文。好，调好叶子的颜色，叶子要调一深一浅两种颜色啊，你可以分两个碟子调啊，分两个碟子调。浅色呢，你就偏点三绿啊，偏点三绿也行。这个对我自己是有帮助的，我当然会研究一下啊，因为咱们是搞专业的，这个初心没忘，对吧？初心不能忘。本来就是做教育行业的，当然自己首先，你这个自己都不知道，瞎白活是不行，对吧？一天两天行，长此以往啊，自己都害怕。那么这个浅绿呢，就是三绿啊，调一点藤黄啊，你可以再加一点点花青，稍微加一点花青。那么是这个浅色啊，绿叶的一个颜色。有时候为了表现它的这种嫩嫩的这种感觉，笔尖呢还是能调一点这个朱砂啊，或者是朱标这么一个颜色啊，朱砂或者朱标这么一个颜色。
让它更偏红一点啊，明白吧？所以我没有时间研究那些你们需要的这些什么各种材料啊，我几乎没研究，我几乎经常让选品干嘛的，选那些东西我从来没看，从来没看，没时间。好，我们看一看这个叶片啊。首先呢，这边有2片啊，有2片，稍微缩小一点，好吧。哎呦，有点绿了啊，有点太绿了，调整一下。这个3绿加多了。注意这个叶片的一个这种形状啊，这种形状。再调点这个别的颜色啊，有点太绿了，这个颜色。因为这个牡丹它的一个画法不同，跟别人不一样啊。我之所以选它，也是因为这一点啊，选它也是因为这一点。所以我必须会练一下，不练我自己都不会啊，怎么给你们上课呢？虽然可能直接上来画也能画出来，对吧？但是不得心虚啊。主要它这个牡丹，我觉得比较有特点呢。下一次画一个陆亦菲的，陆亦菲的那个小牡丹呢，有几幅我看了也非常的有特点。哎，都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啊，不太一样。像这样的啊，它这边还有这种小的嫩叶啊，小嫩叶，因为它是在这个花托这一块啊。哎，先小一点没事啊，小一点没事，别画大了。衬托一下啊，衬托一下即可。像这种小叶啊，就不要注意它的一个形状。牡丹虽然它那个叶片的感觉是比如3笔啊，3笔形成的一组，对吧？一个大的叶片，因为它通常就是这样的，通常就是这样的。好，继续啊，继续。那么可以继续点深色啦，啊，深色啊，入课了，放心吧。深色的呢，就是花青多一些，花青多一点，花青多一点啊。它的这种点法就是比较的憨厚啊，点的比较的，没有那么多的小动作啊，小动作少，然后呢，这种叶片比较敦实啊，比较敦实。比较敦实，特别是要画像类似于吴昌硕啊，吴昌硕他们这样的也是啊，也是，叶片特别的敦实画的啊，没有那么多，不是特别的，不是有一些牡丹呢，有些人画的一个牡丹呢，它特别的飘逸，对吧？那个叶子特别灵动，啊，它的这种呢，它是比较的敦实啊。然后这边啊，为了衬托啊，没干不太，尽量等它稍干一些再画会好一点。
要分组啊，分组。那么这一片的啊，这一片的这个叶子呢，基本上啊就这样，然后这边还有几片重叶啊，这边叶子没有那么灵动啊，到上面了啊，空间大了，可以给它画的灵动一些。所以说它是一种墨骨法嘛，它这个像这个4个花旦呢，这4个花旦他们画牡丹的这个感觉都稍稍有一些雷同啊，有的有一点雷同啊，有的又稍稍有点不一样啊，像江汉卿的啊，它就不大一样。其实他们里边啊，我最喜欢谁的画的牡丹呢？张大壮的牡丹。张大壮，我之前找过他的一些论文里边啊，我看到有几幅这个牡丹画的特别棒。回头把案例找来，咱们继续学一下啊。你看他这个呢，就偏向于写意的感觉了，看到没有？偏向于写意啊。偏向于墨骨，说错了，工笔墨骨。他还注意什么？注意这些空隙里边啊，他通过这种叶片的去填补，啊，这不跟画工笔墨骨似的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他的这个画法啊，比较墨迹啊，比较工整一些。然后通过里边，这些缝里边啊，再填补一些深色的叶片。增加画面的一个层次丰富感啊，它是这样来画的。对啊，张大壮啊，张大壮特别有意思，这个人。这种杆儿的地方啊，有一些呢，就像윤寿平画的这个牡丹似的啊，稍稍拿这个曙红色又给勾勒一下啊，勾勒一下。所以说他画的这个东西，今天主要是看他的相中他的牡丹了，所以呢，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要是不是因为这个牡丹呢，今天都不会选这幅案例了。因为张汉卿其实是以什么？以画小鸟出名啊，小鸟画的好。植物啊，其他的一些配景啊，其实来说的话，
略逊一筹啊，略逊一筹。我感觉没有这个张大壮画的好，但是他的小鸟是画的是挺绝的，对吧？好，我看看啊，看看差不多了啊，这个花瓣呢差不多了，还稍稍再等一下，把这边几片叶子夹完啊，夹完了差不多，我们就可以先画吧。啊，先把这个叶片得勾一下啊，一会儿干了就不好勾了。叶片一会儿干了就不好勾了。整点这个墨。那么勾叶片，你可以选择用一个狼毫笔啊，狼毫笔。叶片一勾了之后啊，这个叶呢，它就比较有精神啊。那之前上课啊，给大家画那个，比如徐渭的牡丹，齐白石的牡丹。那徐渭的牡丹呢，就是通常的，咱们普遍的比较常见的一种画法，就是徐渭的这种，对吧？那个是加了胶的啊，之前教大家是加胶画的，所以像这样的小写意啊，你要如果是有胶，你稍稍加一点胶的话，也挺好啊，画出来也会挺好的。勾叶脉，这个墨色一定要和这个叶脉啊给它融入进去。有些同学呢，这个要么就是太重啊，太重了就很难呢，把这个叶片和这个叶脉融入到一起，对吧？就特别的突兀啊。无论是画写意呢，还是画墨骨啊，咱们都得啊，其实都要注意这个问题。像这种嫩叶子啊，勾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红色，加一点点红色进来。那它就比较好看啊。然后里边啊，这还有什么？为了堵这个眼儿，堵这个空白，画了一些叶片啊，简单的处理一下。简单处理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啊，我们回过头来把这个
花再给它画一画，加强一点呢，加强一下。现在这个花还不够啊，还不够，我们继续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把它的一些重的地方再加重一点啊，再重的地方还得继续加重一些。当然了，加重的同时啊，千万不要加过头了啊，不要过头了。哎，笔触啊小一点，小笔触的啊，小笔触一些。同时现在是微微潮湿啊，这个因为卡纸它偏厚一些嘛，所以它干的也慢一些啊，干的也慢一点。那么微潮的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啊，微潮的这种状态是最好的。那么现在我来增加它的一些细节，不要过重啊，不要过重，太重也突兀了，要让它融合进去啊。哎呦，这一笔就重了一些了啊，所以要注意啊，还是换刚才的这支笔吧。因为这个是刚才搅颜色用的这支笔，所以颜料啊比较厚，失误了。哎，这大毛笔就好用啊，大毛笔就用的比较舒服了。那添加的时候，注意什么呢？要是这种深浅的这种搭配啊，你看它这个花瓣啊，它就是比较复杂。到了花头的地方啊，继续啊，像这样摁下去啊，摁下去可以再增加一些，增加一些层次。不需要加太多了啊，不用加太多。再蘸一点儿这个淡淡的这个颜色啊，淡淡的这个颜色，整体湿一湿啊，湿一湿。有的地方要统一一点的，统一一些，不要让这个白呀，有的地方留的白啊，稍稍得盖住一点点啊。好，这等它干了之后，这个花蕊一点，那么它的一个层次感就更丰富了啊。现在花蕊还没点呢。有时候是一种意象的感觉啊，有时候就是凭感觉去塑造它里边这种花团锦簇的这个感觉了啊，不是凭一个具体的这个一朵花的一个形象啊，一个真实的形象了。那么真实的形象没法塑造了，没法塑造了，只能是一种意象的感觉去增加。
好，有些地方，比如说，如果啊，你感觉想让它再浅一点怎么办呢？我可以笔尖啊，我蘸这个白色呀，继续啊，不要太厚了啊，千万不要太厚了，就是这种淡淡的这个白，哎，淡淡的白。我把这个层次感给它再丰富一下。所以说，这个画画的这个技法啊，可能远远跟你想象的远远是不一样的。对吧？你怎么着也不会想到啊，还能这个白色还能最后还能这么个去用法，对不对？特别是他们几个有的画的这个牡丹，喜欢画一些白牡丹。它既然能够先用，我能不能后用呢？也当然可以啊，对吧？花瓣需要白的地方，我再填补，它就会透亮一些。当然了，这个白呀你别加过了啊，加过的太粉气啊，并且容易显得脏啊。哎，大致就是这么一朵啊，细心收拾，哎，他们就有了这个案例的这种感觉了，对吧？就会有这个案例这种花团锦簇的这种味道啊，这种味道就是这样啊，复笔啊，反反复复的。咱这个还没人家那个强啊，人家这个感觉，所以这边我不敢画嘛，这边还得继续。这边花瓣那它的这个感觉更强烈一些啊，我们继续增加一点。所以这边一开始叶子我没画完，可以再增加啊，可以再增加。哎，那么整个它的这个形状上啊，就更加饱满一点了，看到没有？那用笔就侧锋轻轻的一搓呀，就搓出这种深浅不同的啊，这个花瓣的一个状态，高低。用笔这么一搓，那么现在这感觉就更好一点了，啊！花瓣很复杂，很繁密啊，很繁密。这个牡丹就比较难画，就比这种大笔触那么去点嘟的这种牡丹要很难的多了，对吧？因为你反反复复啊，写意画反反复复画有一个什么问题啊？容易画了糊了，画死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呢，这种画法要注意啊，它的一个难度就在这儿了啊。你包括陆亦菲他们画的好多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，都是这样一种感觉。好，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填这个叶啊，可以放心大胆的填了，因为这个花，哎，现在这个形状我感觉好多了啊，加了一点之后，它们没有那么的周正啊，舒服一些啊。那么叶子啊，你就随意一点啊，加的时候我就不完全按照它那个来了啊。我觉得它这个叶子呢，画的稍稍有点不是那么的好优美啊，不是那么的优美，稍微有点板正了。
后它的一个层次啊，比如它这个叶片呢，有大有小啊，有大有小的这种层次感。那再来给它加一加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枝子它是这么上去，小牡丹不好画啊，容易把人画崩溃啊！我不知道大家今天这节课能够画的成什么样。哎呀，这么深呢，这个绿太绿了。哎，这边垂过来一只，看到没有？这边垂过来一个小花骨朵，这个小花骨朵过来啊。那么小花骨朵呢，它也是画法呢是一样的，呀，又到点赞时间了吗？好，那么喝口水，歇一会儿，歇一小会儿啊。小花骨朵啊，你看看它的一个这种包裹感，也画得非常好啊，画得非常好。所以这个大师啊，就是大师啊，别出心裁啊，总是找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老一样也没啥意思啊，就没有个性。你看他这个牡丹画的啊，你看齐白石那牡丹画的，就齐白石最后的绝笔啊，那张牡丹，像雨像雾又像风。来，我们继续把这个小花骨朵啊，给它塑造一下。那么小花骨朵呢，首先面积小，对不对？那就简单一些了。哎，同时笔尖调色、蘸色一定要注意啊。蘸色啊，看看老师蘸色就蘸这么一点，看到没有？几乎就是1/3啊，这都已经已经算多的了。刚才画这个牡丹，因为花瓣比较的细长，所以我蘸的更少。这个是那个谁呀？是江寒汀的牡丹啊，江寒汀的牡丹。好了吗？点完赞了吗？点完开始了啊！哎，你看看这个颜色，它是在里边能够流动的啊。那么一笔下来啊，它是能够游走的在里边，明白吧？它就不会特别的死板啊、呆板。这个颜色闷了啊，在这个白不够了，就颜色还是占多了笔尖啊，稍稍就占一点点就够啊，占一点点就够。然后它包裹的话是往里边啊，往里收，就和我们画的那个昨天画的那个什么一样啊。好了，那么里边啊稍稍流出来，用深颜色，用深一点的颜色啊。根据你所画的这个形状啊，
根据你所画的形状，根据原画的一个感觉，你进行调整。你不能说是自己画的，你肯定跟原画不一样啊！你不能说完全按照他的那个形象进行画，那就完了啊！你只能是根据那个感觉，明白吗？根据那个感觉来啊，根据你所画的这种笔触，然后根据那个感觉，你进行自由的发挥一下。有时候需要自己主观能动性要调动一下。因为我画的也跟他不一样也不是说完全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要根据我现在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些修改进行一些修改，比如它的一个包裹的感觉让它包裹起来，那么它就有了这种包裹感。那么同时外边有一些地方呢，这种花瓣要注意一下。这种花瓣的感觉也得有也得有，有一种切瓣的感觉，对吧？那么这边这个花瓣，同样我也是可以稍稍让它有这种，这不有一个花瓣的形状了吗？那么这又是一片花瓣的形状，对不对？干了之后里边呢，种的地方可以再种一些现在还是太湿，它颜色它就会跑一块儿去，就切的边缘没有那么清晰没有那么清晰。那么就是按照这个感觉嘛，你就按照这个感觉来，比较抽象。举妹同学没吃饭，赶紧吃好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花托点一点。它这个花托点的好圆咱们稍微要搞一点造型搞一点造型感。然后呢，有些地方加一点红，加一点或者加一点这个赭石，用赭石也可以，用朱砂也可以稍稍加一点那么这边的叶子也可以偏红一些，可以偏红一点。是吧？那么，哎呦，这都又快干了。那么这个花小的花骨朵这个感觉也就非常的也好感觉也挺好的，比较自然，而且呢，像是撞色撞一块的这种感觉就是，所以这种技法它其实是一种小写意和墨骨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技法。好，叶脉勾一勾。
好，我们快速的把这边的叶子啊点一点，把叶子点一点，然后就可以画小鸟了啊。它这叶儿画的都不是特别的，不是特别的像牡丹，有一点。包括这个组合啊，这边的叶子偏嫩一些啊，用笔呢可以大胆一点啊。我就不完全按照它这个来了啊，自己发挥一下了啊。那么颜色上啊，注意一个颜色，它之间的一个搭配啊，穿插。因为我跟它这个稍稍有一些不同啊，有一点不同，所以我的颜色上啊，跟它稍微做一点这种区别啊。来墨汁啊，好，现在把这个枝干啊，枝干给它穿一穿。那么枝干呢，它的这个枝干是在这个脚下面啊，正好是在这个脚下面。我觉得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它要么是在这个纸下面，要么是在这边缘。这可能是裁剪的啊，裁剪的时候呢，这个作品啊，人家拍照，然后把图给裁了啊，裁剪了，然后形成了这种感觉啊，所以我稍稍。哎呦，咱稍稍的改一改，往下边来，因为我这个纸啊裁的比较大一些，比较宽一些，所以我就往下来啊。你看我从下面这么出枝啊，出枝画的。然后啊，它是这样，这么上去啊，这么上去。那么这边啊，这还有一只。
因为它是一个木，底下是木本的结构，上面呢长着这一块啊，像这样的地方它才是一个草本的结构，所以又有点不一样。同时，该点的点儿也得点呢。然后再来把这个叶啊，该添的再添，该加的一加。这边的叶呢，它是一个赭石色的一个叶子啊，那么可以用一点竹标，其实赭石的有一点太老气了，这个颜色。作为画叶子来说啊，它显得有点老气，对吧？那么这种小叶新叶呢，它是偏红的这么一个感觉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啊，像这样的地方，它都是有这个小叶子的啊，继续给它添加一下。进行一个穿插，颜色穿插的一个搭配。有俯有仰，各种姿态的呢，稍稍都得有一点啊。好了，这边就完成。那么这边完成，那么再把这边呢，这边也有啊，这边也有，你注意一下。哎呀，老想咳嗽啊，忍得好辛苦呀。可以啊，再挤点赭石。
么像这样的啊，就是随意一些啊，点的时候，你看正风啊，顺笔啊，顺风啊，逆风等等啊，都可以有，都可以有。就可以了啊，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就行。然后叶脉得勾啊，不然就干了，干了就不好勾了，干了就融不进去了啊，干了就融不进去了。这边已经有一点干了。像这个颜色比较浅的叶片啊，勾的时候呢，墨色就也相对来说浅一些。你可以调一点这个，用这个深色叶子的这个叶片的颜色，直接那么勾它也行啊。哎，这样勾呢也是可以的。有的叶子它是用的这个花瓣的这个颜色啊，哎，偏红一些。哎呀，咳一下，忍不住了。今天就是玛丽颜料啊，今天不高级啊，今天走的低端路线啊，走的玛丽低端路线。卡纸上架呀，卡纸老板不卖啊。回头我问问他，问他有没有。
好，勾纹。有些地方啊，这个枝子啊，趁着这个墨色没干的时候啊，可以稍稍破一破啊，这个颜色。有些地方在该重的重一点，或者呢点一点这种枝子啊，点一点这种枝子。下一次啊，给大家再画一个别人的牡丹啊，再换一种这个画法，再稍稍啊变一变风格，再给大家演示一下不同牡丹的各种的画法。好，花蕊差不多也能点了啊，现在摸一摸，感觉差不多也可以点了。就现在点啊，如果完全干了之后也可以点啊，但是稍稍选择湿润的时候点一些比较好。那么花蕊这个颜色啊，就是啊，咱调胭脂加墨啊，胭脂加墨的一个颜色，别纯用墨啊，胭脂加墨，调的稍微厚重一点啊。浓一点啊，就是浓一点。这次你们可以浓一点了啊，刮一刮，别太湿了。因为我的调的不是特别的浓啊，所以刮一刮，刮一刮啊，干一点，不要阴开了，因为这底下没有完全干啊，我这还没有完全干。那么点的时候点在这些缝里边，哎，点在3个啊，放大一点。注意分组，好吧？好多同学点花蕊不懂得分组，就比较麻烦啊！你不会分组啊，这个到时候画出来就乱啊，就容易乱。要分组，像这样的啊，它是可以是你自己心里边想着一点啊，比如我3个一组还是4个一组啊？3个一组一般都是啊。也可以2个也行，也不是说完全非得3个，对不对？像它这样的，它就点在一些这种缝的地方啊，漏一点点，有藏，哎，有漏，有藏有漏，就跟齐白石听过一个故事吗？齐白石啊，有人给齐白石钱画这个虾。啊，画螃蟹还是画虾啊？画螃蟹，给他画螃蟹。那么那个买画的人呢，没那么多钱啊。他的螃蟹是多少钱？比如说多少钱一只？然后那个人说：“我给你一只螃蟹的钱，你给我画一筐啊，画一筐。”然后呢，人家齐白石答应了啊，他也答应了。最后就画了个筐。框的缝里面伸了一个腿出来，画这个框的缝里面伸了一个腿，画了一只，又满，对不对？满满一筐，但是就看到了半只。齐白石绝不绝？这老头太抠了啊！这老头真抠。人家好歹是给钱了呀，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，忘了当年自己这个跟人换白菜，人家不要。好，注意这种花蕊的它一个方向感啊，你看它是有方向的啊，它是这样裹着的嘛，所以它也得包裹起来啊，按照这个花的这种包裹性来画。它可以伸出来一点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整体还是在包裹啊，
有这种追求这种包裹的感觉。那么它伸出来的必然是从哪儿伸出来的呀？从花瓣的缝里边，对不对呀？从这个花瓣缝里边伸出来的，哎，所以我们画的时候，你点在哪儿？点花瓣的缝里边，但是别齐刷刷的。之前是谁交的作业里边啊？点的花蕊全都点在缝里边，齐刷刷的啊，太呆板了，点的太呆板了。最后它的一个花蕊最后连成线了，知道吧？连成线了那样就不行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。这位同学不知道有没有听课啊？稍稍注意一下，老师给你指出来了。当时你看，然后这边的啊，它是包裹感，看到没有？怎么处理这种包裹的感觉？它同时利用这个花蕊啊，把里边的花瓣呢又分出了这种层次来，看到没有？它更加具有层次感了。比如说它的都是这种横向的这种像包菜似的裹起来的这种感觉，它通过这个花蕊来表现的啊。聪不聪明啊？你说这个用意啊，用意要注意人家这个用意。并且是有疏密的啊，越到外面呢越少啊，越少。好，我们再缩小一点，你看缩小一点，你看看这个整体效果啊。哎呦，这个调焦真是挺麻烦一件事啊。哎，你看现在整体的这个花瓣的，无论是层次感啊，还是这个造型啊，整个的一个造型感啊，就出来了啊，就出来了。基本上与原画的这个还是比较接近的啊，比较接近的。当然了，这个还能不能调整啊？还能继续调整，只要你不把它画死了，都可以调整啊。因为有的同学画了很多遍之后，画糊掉了，全部糊成一个红疙瘩了，不行。你看老师这个啊，画了2遍，对不对？我画了2遍啊。那么它还是保持着这种通透感啊，这种通透的感觉，明白吧？所以这个啊非常的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好，下面我们要画这个小燕子了啊，小燕子了，小燕子呢就好画一些啊，就比较简单。那么2只小燕，找好位置啊，只能是在这儿了。啊，不要太高啊，不要太高，上面留一点空间啊，不要顶着了啊，这个燕子不要顶在上面了。它这个燕子啊，像风筝似的啊。那么注意啊，注意燕子的它一个位置，右边这只燕子正好是在这个花，它的一个花头的上方啊。就是在纸的上方1/3这个点上面啊，这个点上面。那么另外一只燕子在纸的中间啊，整体呢，它的是在纸偏中间偏右啊，中间偏右，不要画在正中间了，明白吧？所以第一只燕子的位置一定是很重要的啊，它还偏右一些。啊，明天我去检查，放心吧，大家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呀，这卡纸还挺麻烦啊，太硬了啊，都卷不下来。鼓起来了，压着点儿。
好，我们画这个小叶啊，小叶啊，大致就在这一块的位置啊，大致在这一块位置啊，我把它放大一点啊，放大一点。那么大家一会儿啊，要别画错地方了，别画错地方了啊。麻纸也可以啊，麻纸不也是的吗？麻纸不也是生宣吗？这不是陆亦菲，这是江寒汀的啊，这不是江寒汀的。和陆亦菲他们的这种画法呢，有的很接近啊，他们画牡丹的这个感觉啊，有的比较接近，有的也不大一样。注意第一只燕子的位置啊，偏右一点，偏右一点。好，我大概找准了啊。这张画是他送给别人的啊，他不写了谁谁谁某某某雅正啊，雅正送给别人的。这个小燕子画的没有他其他的小燕子画的好。那么从眼睛开始，那么墨色啊，墨色呢，你可以，如果把握不好啊，害怕阴啊，一个是墨色稍微焦一点的啊，用这种焦墨去画；另外一个你可以笔里边加点颜色，类似于赭石这样的啊，调一点赭石这样的颜色，那么画出来它不会阴的不会太阴啊，几乎不会阴了。好，也不要画的太高啊，稍微上面要留出空间来啊，不然呢没有地方飞了，对吧？那么其实小燕子的它那个嘴巴呢，并不是特别的长啊，它的嘴巴很小，很短呐，其实是，就感觉还得放大一点啊。注意大小啊，注意大小。今天应该调个蓝光了啊。这个超清的还是不大清啊。以后时间短，以后比如画的比较简单的，像这样的小写意的，时间短的我就调蓝光模式，时间长的调超清模式啊，不然它传不上去。那老师，这个小燕子小嘴巴画的不大，很小。那么江寒汀他的一个标志性画眼睛就是这样，双眼皮啊。我在画右边的鸟，对，画右边的。这个尺寸还大吗？这个尺寸还大呀，啊。这位同学新来的吧？你看老师画别的尺寸啊，更大。这已经是减小了啊，已经是缩减了啊，缩减了。那么注意它的一个头部啊，我放的比较大一点，大家看得清晰一些。那么头部，你看看头部的这种羽毛啊，它是比较短一点的，比较短促。那么画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啊调好墨之后啊，把毛笔压扁啊，你可以找一个小羊毫、小狼毫都可以。哎呦，
这个稍稍阴了一点啊，大家调的时候注意啊，如果太阴了的话呢，用笔一定要小心。用笔一定要小心啊。让它有这个稍稍带一点这种丝毛的感觉。注意大小啊。那么它其实是到后边啊，后边的之后啊，丝毛的感觉会明显一些啊。前面呢，它比较的颜色啊比较深，那么丝毛可以撕的稍微的带一点点这个感觉就可以了啊。哎，一气呵成啊，都不用染了，看到没有？不需要染了。同时嘴巴下面哎注意啊。那么丝毛要注意啊，有这种交叉感啊，有这种交叉感，明白吧？比黄豆粒大还是小？这个问的我都没法回答啊。首先我也不知道黄豆粒多大。你看看，这样吧，你看看吧，你觉得是有黄豆粒大还是黄豆粒没有黄豆粒大？自己判断一下哈。我不大能。我这是用了狼毫啊，我这是用了一支狼毫，那么我稍微再缩小一点了啊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再把它的一个下巴部分啊这一块，那么这一块呢它是红色啊，是红色，但是它是勾了一点点这种虚边啊，你看我直接用这个笔啊。哎，你看看这小毛撕的啊，要灵活啊，千万要灵活。像这样就比较灵活。什么样的灵活呢？灵活它是不按套路来，它是有套路，但是又有个性，它是灵活的啊。完全按照套路，那么它就不灵活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要很难拿捏啊，这个比较难一些。好了，那么继续啊，到这边之后呢？背部啊，有的同学画这个背部的时候，与这个头部它区分不开。为什么区分不开？不就是因为一深一浅没有做好吗？这边浅，这边深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这个啊没有做好。可以相接一下啊，接一接。那么除了披笔，这才是正宗的披笔丝毛啊。像这样的呢，它也属于披笔丝毛，但是呢，它披笔撕的比较细啊，这种呢比较粗、比较钝的这种感觉，那么才是啊，我们称之为披笔丝毛。其实说的是这种啊，你看看是这种感觉的啊。注意一下这种层次感啊，层次感要活泼，既要活泼啊，又要灵动。哎，你看看它这个
这边呢是用淡墨稍稍画了一下，我们稍稍把位置给它留出来，好吧？然后到了肩膀啊，这个翅膀的地方，注意翅膀啊，它又是一个新的这种起点。那么这一块的翅膀的羽毛呢，它是沿着这个点进行展开的啊。那么我在录制的小视频里边啊，上传到资料库的小视频里边画的那个黄泥呀、丝毛的时候，我着重讲了一下，对吧？你看看它背是背啊，翅膀是翅膀，但是它俩又进行了一个交集。那么交集是怎么处理的啊？就是这个感觉，明白吗？啊，就是这个感觉啊，这太正宗了，我这画的啊。上哪学学啊？好，接着啊，背部还没画完，背部没画完，差不多了。到这边这个翅膀它往前去啊，在脑袋、脑门啊、眼睛后方一点的地方，同样，首先你可以把握不准的，你可以先把这个外形啊先勾一勾。就是这样的啊。那么差不多丝毛是撕完了，下面呢，我们来点啊，点什么？点翅膀啊，点翅膀。点的时候，这个墨色稍微要重一些了啊。点翅膀的这个用笔一定要是干脆利落的啊，一定要干脆利落。我从这个翅膀开始，那么同时这是有一个什么飞羽啊，初级飞羽，画的很细致啊。我这个稍稍湿了一点啊。好，那么同时注意啊，不要画太长了，千万别画太长了，身子和头的一个比例啊，自己把握好。到身体部分呢，可以点的轻一些、虚一些啊。好，翅膀到了转到这一边来之后啊，你看看，就笔往上面一落就行了啊，笔往上面一放。那么它这个翅膀它是有一点折起来的这个味道啊，有一点折起来的一个味道，它不是完全展开的。它翅膀它又收着一点，小燕子飞的时候，啊，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体会这种感觉啊，这边又往回收了一点了，所以这边啊，它的这个就和一个侧面的翅膀的那种感觉差不多啊，它还有，然后有一根比较长啊，这个长呢我们等一会儿画啊，现在不能画，得画了尾巴之后再画。好了，那么到后边啊，这个飞鱼啊还没画完，得散封一点啊，到了这一层散封一点，看到没有？要散封一些啊，不要画再下来了，因为它的整个是这么翘起来的啊，翘起来的。这一块还有尾羽啊，尾羽的腹羽部分呢，有一部分这个红色的颜色啊，要跟它相接，对吧？要给它相接起来，所以啊，
注意一下啊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。好，既然尾巴画了，咱们就给它画完吧。先画这边吧，不然的话大家有点乱了啊。咱还是按顺序来。那么这个尾巴啊，这个翅膀啊，也是这样的啊，可以长一些，中间粗一些。哎，它要打开了。注意这种用笔的感觉啊，我看没有沾墨啊，并没有沾墨，不要老沾墨。注意这个层次感啊，好。然后这个是哪儿呢？这是它的一个到了腹部啊，腹部。哎，你看，要与这一块啊能够接起来啊，要能够接起来，对吧？它回头皴了好多这个颜色，因为小燕子啊，它就是这个黑色嘛，所以底下呀它也是一个黑色啊，黑色披比丝毛嘛。撕完之后回头稍稍染一染啊，稍稍染一染，然后主要是啊到了尾巴这一块，我们再把它继续画完啊。好。那么尾巴啊一长，这边是更长的啊，整个是这个感觉，这么打开的这个感觉啊，燕子飞起来的，哎。那么我们再来增加它的一个尾羽啊，尾羽中间大，两边小一些，因为它这个角度啊。注意这种高低的一个微妙变化啊，高低是要有一点变化的。然后呢，再稍稍啊勾一勾。看到没有？一只燕子不上色，它已经非常完美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这个啊，即使老师不上色，已经很完美了。我觉得比它原画画的还要好看呢。这只燕子啊，我真的感觉比它原画的这个感觉画的还要好一些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临摹张寒汀的啊，那画我临摹老多了。我研究张寒汀，我从上学时候啊，好多人还不知道张寒汀的时候，我都已经开始研究他的这个作品了。模仿他的这个画小鸟的感觉。所以有的同学啊，你要细心观察，你可以看到我画的一些墨骨，画的那个小鸟那个感觉。因为我画小鸟就是从他这学来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很多这种感觉和他的这种比较像啊，比较像，是不是？你这一看，你对比一下啊，画小鸟哪家强啊？肯定是这一家强。好，又不小心自夸了一下，把小爪子给它画下。那么这个小爪子啊，就像这个飞机轮子一样啊，起飞之后它是要收起来的，对吧？那么收起来之后啊，这个就你不用画的太具体，千万别画的太具体了啊。有这个感觉，收起来的感觉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两只爪一前一后啊，一前一后。
好，再来看这只这个燕子。那么这只燕子啊，这是特别像个风筝啊，特别像个风筝画的，特别有意思啊，像个风筝一样。好，这个燕子不大啊，我缩小给大家看看，千万别画大了，画大了就不好看了啊，就笨。小燕子本身它也不大啊，现实当中的小燕子呢，它个儿也不是特别大啊，也很小。你看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，这样一个感觉，对吧？这个大小啊，没有一巴掌大啊。你拿颜料管看看，它这个身体长度啊，也就一个颜料管的长度，看到没有？只是说翅膀长一点而已啊。所以你千万别画大了，好吧？就怕你们画大，所以你千万别画大了啊。因为老师放了大啊，这个屏幕放大了啊，放大了呢，就你看着这个比较清晰的图案，你就容易画了大啊，明白吧？这就是这样一个，就是这种。好，继续啊，继续来这只燕子。哎呀，今天这个9点多点就能结束了啊。那么这只燕子找好一个位置啊，找好一个位置啊。你回头要么别画太近啊，画太近呢，画太近了没事，可以还能身体啊各方面该画还能画。你别离太远，离画太远了，这个只是翅膀你自己得补完整，对不对？你想想有没有这个能力啊，把这个翅膀给它补完整了啊。好，继续啊。是不是放太大了不好？就是让蹭课的同学都学会了，回头都不买课了。来，找好啊，找好嘴巴的位置，先找好嘴巴的位置。那么比较一下啊，嘴巴的位置呢，在这个翅膀啊，这个翅膀，哎，平行线过来上方一点的地方，对不对啊？在上方一点的地方，相当于在这一块啊，在这一块尾巴的这一块做一个平行线过来啊，大致是这么个位置啊，不要画太高啊，也不要画太低。这个就是凭借着一种感觉啊，这个画不准呢，属于正常的了。那么，这种正面的这种小脸啊是比较难的哈。你看这个小燕子，它是个正面的，哎呀，正面的这么一个脸啊，找不好一个。对它这种正面，你看看，哎，正面什么难画？嘴难画啊，正面的嘴难画。正面的嘴特别的难画啊。轻一点，下面这线轻一点，轻轻的。哎，注意这个起伏啊，注意这个起伏是怎么处理的啊？看到没有？这个嘴巴的起伏，可能稍稍皴一点啊，稍稍皴一皴。好了，大致就是这个感觉啊。这个嘴啊，大致我好像画近了，哎呀，画低了。我感觉我好像画低了一点啊。没拿捏准。
眼睛在眼角上方啊，在眼角上方，不要太往外扩了啊，千万别太往外扩了啊，在眼角上方。那么其实这个眼睛应该在没有这么圆呢，它画的太圆了。因为侧面看起来是圆的，那么正面它绝对是个椭圆形啊，它这个画的就有一点太不走心了啊，可能是送人的。稍微扁一点啊，稍微扁一点，哎，稍微扁一点点。再放大一点给大家看看。就是这个感觉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个感觉啊。放大一点吧，大家看得清晰啊。那么这个眼珠子啊，也是这个眼睛啊，也是在这个嘴角，正对着这个嘴角上方一点啊。他画的这个小鸟呢，就特别拟人化啊，特别的拟人化，有感情的啊，有情绪，是不是还有点不高兴呢？也不知道为啥不高兴。那会儿也没病毒，有什么不高兴的？就是这样一个感觉。看看，好，画一支毛笔啊。那么还是按照老师刚才教的啊，这种短促的这种点呐，连点带丝的这种感觉啊，这个慢慢体会吧。反正你看看我这个用笔这个水头还比较大的呢，还不是特别干啊。如果特别干呢，它是好控制。但是特别干有一个什么问题啊？画的比较燥啊，比较燥。湿了虽然不好控制，但湿了你看看啊，你看看这个感觉啊，小感觉，都不敢在上面停留太久，稍稍多停留一会儿，阴成一大片了啊。哎，看看这小笔触啊，要运用的。注意啊，这丝毛要换方向，换方向，它头是圆的呀。啊，它的这个毛发呢是根据头的形状来长的呀，所以呢要换方向啊。并且有虚有实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有虚有实啊。这边也是一样的。稍稍交叉一点啊，稍稍交叉一点啊，看到吗？啊，继续。到下面呢，就轻柔一些啊，轻柔一点的，别画太重了啊。
这个狼毫笔丝毛有一点就是什么不好？有一点啥不好呢？就是画出来它显得特别硬啊，像钢丝刷刷出来的一样，就特别难受。所以呢，还是尖好啊，或者羊好啊，它丝毛会好一些。不要太长啊，不要太长，小燕子嘛。啊，可以带一定的弧度啊，可以带一点弧度。哎，太硬了，应该用狼毫啊。看狼毫就特别的硬啊，生硬。等会儿得染一下啊，否则太硬了。虚入虚出啊，用笔虚入虚出，并且注意交叉，像这样的啊，明白吧？它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方向啊，从上到下，从头到尾，那一个方向，那这不成长毛怪了吗？不成猩猩了啊？成这个也不是猩猩，就没进化好，反正。这边啊，脖子大一点，虚入虚出。哎呀，这个太硬了啊，画的太硬朗了，不好，撕的不好，太硬了啊，所以大家呀，尽量用一支小羊毫或者小的这种尖毫都可以啊，小尖毫、小羊毫都可以。好了，到腹部啊，到腹部这一块呢，它又是稍稍重一些啊，稍稍重一些。到了腹部，你看，为什么要重一点呢？因为它是圆的呀，肚子，明白吗？因为肚子是圆的啊，所以它要重一些。好，先把翅膀给画了啊，先不能再撕了，不撕了啊！我们把翅膀勾一勾，那么勾一下翅膀。翅膀看看从哪开始啊？从这儿开始，对吧？这笔太湿润了。同时要注意啊，它的这虽然是内侧的一个翅膀啊，但是同样啊，它是能看到这些羽毛的结构的啊，它也是能看到羽毛的结构，只是说啊，这个结构啊不要画的太重了，不要像背面似的墨色太重，毕竟它里边呢白色啊，白色。哎，像散风，看到没有？干笔啊，散风啊，画的毛毛躁躁的这种感觉，要寻求这种感觉就对了啊，明白吧？要寻求这种感觉。下面这一层可以稍稍清晰一些。啊，下面这一层稍清晰一些。好，到这儿没有了。好，到后面露着一点点后背啊，露了一点后背，露一点后背出来。
后背的这个墨色要虚一些啊，所以呢，老师选了一个偏湿、偏淡一点的这个墨色。好，我看看啊，看看这边，这边好像还不太够啊，蘸一点淡淡的墨色，我把它的头部啊给它处理一下。哎，连这个丝带染啊。连丝带染，再把那个翅膀，这个翅膀啊，一高一低啊，一高一低，稍微低一点，也不是低的太多。那么内侧啊，内侧的这个墨色不要太重了，墨色不要太重。来一点淡墨啊，其实内侧，按理说啊，它这一块应该是带一点点的这种绒毛，还带一点点小绒毛啊，它就会更好一些啊。好了，底下的墨呢？底下翅膀啊，尾巴啊，尾巴我们稍稍快速啊，尾巴要快，用笔啊要干脆利落啊，干脆利落。老磕了，我自己都烦了。来，用笔干脆利落啊，不要拖泥带水。好，翅膀的尾巴这块的这种点法，散锋破笔啊，散锋破笔点。点完这一勾啊，为什么这样用笔？这样有大师的感觉，明白了？找一找啊。背部稍微加重一点啊。再来一点淡墨啊，湿润一点的淡墨，稍稍给染一下，有点太湿了过了，大家注意啊，不要太湿过分啊。
好，那么整个燕子啊，它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。那么我们把这只啊，右边这只燕子现在干了，用淡墨照一下，或者你用淡淡的花青啊，也比较好啊。哎，淡淡的花青也比较好。淡墨把这些点呢再点一遍，稍微覆盖一下啊。该用朱砂的用朱砂啊。就这小鸟啊，就是，哎呀，大致就是这样了。整点朱砂，整点朱砂。哎呦，这块还没画啊。这块淡墨，再来。同样呢，肚子这一块啊，可以来一点淡淡的墨，或者加一点淡淡的花青啊，整点花青墨吧，不纯用墨了啊，整点花青墨，就是这个颜色啊。这个得干了之后啊，再把小腿一勾啊，干了之后腿一勾啊，嘴巴可以染一下，头这一块呢也可以染一点。别染满了，还是该留的空白呢，稍稍留一点啊。嘴巴呢也可以用花青墨啊，嘴巴也可以用花青墨，嘴巴也能用花青墨啊，花青加墨啊，然后稍稍干一些，哎，轻轻的啊，轻轻的。花青的成分啊稍微大了一点，墨少了，轻轻的有一点这个颜色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啊，
别整得太重啊。那么这个染嘴巴是关键啊，要染出体积感来。你看，先一笔下去，染一个面出来，嘴角稍微带一下啊，下嘴唇呢少染一点啊。哎，嘴尖这根线染一下，同时还注意留了一点点高光，对不对？鼻孔在这个地方我再染一点，对吧？鼻孔在这儿，那么这个高光继续给它留着，哎，把它这填一点，就这样就可以了啊。那么这个鼻子的体积感它就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它有这个往前的一个长度，不然的话你是个平面的，是个扁的，明白吧？这一点很重要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这个染色的技巧，不是说给它染满就行，怎么染才能体现出它的一个形态特征，非常的重要。那么这是这两只小燕子的一个画法啊，比较的跟我们前面学的戴胜啊这个锦鸡相比呢，这个其实难度不大。哎呦，我怎么调不好？难度不大，对吧？比较简单一些啊。江寒听的鸟好画啊，鸟好上手，但想学的好，想学到精髓，哎，不好学，明白吧？你学个表面功夫好学啊，但是你学的画的最后很生动啊，难啊，不好学，明白吧？好多人只能学个表面啊，学个表面，拿捏不住精髓。我认识一位老师，我是画这个江寒听就受他的影响啊。那这个技术我真的是觉得跟江寒听比不相上下啊，他那个真是厉害，画的好。我稍微给它吹干一下啊，吹干一下，把爪子夹一夹，好吧？吹干一下，把爪子给它。好，干了啊，我们把爪子夹一下。那么这一只爪子呢，它是比较清晰的啊，比较清晰的。整个小狼钩啊，小狼钩，用重一点的墨啊，干一点，重一点。哎，这种小鸟的爪子啊，它这种爪子勾的都很写意啊，偏侧一点。第一个爪子在中间这一部分啊，在中间这一部分啊。三个对吧？然后这边呢，一个，它是收起来藏在腹部里边了，所以啊，不是特别的能够看得特别清晰，就是只有指头啊，只有指头，这个啊，稍微往这边侧一点。同样，这边小的在这儿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，小爪子收起来，就像这个飞机起飞了之后这个轮子一样，收起来啊。好，那么两只小鸟呢，就是，哎，很快，很简单啊，只要了解了这个，掌握好老师的这种技法啊，以及这种小鸟的结构啊，
之前老师教大家这种套娃的这种方式，对不对？讲这种体型结构啊，掌握了之后啊，就很简单啊。他们在谈恋爱，当然了，难道在打架吗？好了，那么这节课基本上到这儿就画完了啊，画完了。怎么样？大家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？能不能有收获？不好画呀，感觉，哎呦，就得出了这个感觉。只感觉到不好画，没有感觉到别的吗？好，所以啊，这个想要跟老师学习的同学呢，可以啊，想要观看老师这个课程回放的同学，可以啊点击老师的小黄车，这个链接里边有课程，点击，然后呢可以看到每一节课的这个回放啊，每一节课的回放。那么整体效果，我们看一看，就是这么一个感觉。难点呢就在这个花上了，对吧？难点呢，其实这节课的难点，花比鸟啊更难一些啊。鸟你掌握了，它其实不难啊，但是这个花啊，它比较复杂，需要来回的来回啊画好几遍啊，画2遍3遍。而且这个写意画个变数多了，它容易糊啊，容易画成死疙瘩啊、墨疙瘩或者颜色疙瘩都不好掌握。所以呢，需要大家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留着该留住的这个。我们讲知白守黑，对吧？我们讲画水墨画要做到知白守黑。那么同样啊，这个画这个牡丹花，你要做到，知白守黑，就是知道这留哪些空白的地方、浅色的地方该留得留住，守黑啊，这些重色的地方该守住得守住啊，明白吧？燕子更画大了，我就说吧，我把它放大了之后，你们看得太清晰，你肯定就会画大，是不是啊？我就知道会有这样的啊。那么这只燕子其实身体的一个大小，你看看，也就一个颜料管大啊，没多大，一个颜料管的长度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还不算尾巴，当然不算尾巴，明白吧？是不是啊？我就知道肯定有同学会跟着画大的啊。是不是？果然有画大的了。这个花蕊就用这个重色点啊，不要用这个藤黄点，因为藤黄太浅了，在这个里边。重色点，他说了啊，它有目的性的，它是为了体现出这个花的一个层次感，所以呢，它颜色会用的比较重一些。如果单纯的，单纯就是想，对吧？想让它好看，你是用藤黄可以，但是它其实是有目的性的嘛，并且点的时候有深的，有实的，还有虚的，看到没有？虚实的啊，这个。同时，这种疏密变化也得注意啊，那么这个小的花骨朵呢，其实咱们忘了啊，还得用重色呢，再给它加一加。那会儿好像就画燕子去了，就忘了这个事儿了，是吧？稍稍啊，再给它加一加啊，其实。但是现在有一点干了啊。
稍稍加一点，那么它的这种感觉就会加强。那么这个花瓣的这种包裹感呢，就变强了，对吧？就变强了啊。所以第二遍附加的时候很重要啊，这一遍不能省略，不能省。加完之后，我们看看这个感觉就好了吧？就好了吧？是不是啊？就更强一些了啊。原画的树枝正好出在脚上了。对啊，我就说这个肯定就是他们衣服画完之后，人家拍好照片，然后呢会进行照片进行裁剪。裁剪的人呢可能就不大懂啊，就直接给它裁到了这个脚上面。正常呢应该是不会裁到那个，不会从这个脚上出枝啊，所以老师呢就把它稍稍往旁边挪了一点，对吧？就没让它正正好好在脚上啊。然后需要截图的同学可以截个图啊。需要购买咱们课程的同学啊，咱们点击小黄车啊，小黄车这个下面链接，可以购买咱们课程的这个回放。下一节课咱们画动物了啊，明天晚上画动物了啊，想画什么动物呢？给大家来个金钱豹啊，画不画？落款就落这儿啊，落款先不落了啊，先不落了，大家自行落款吧。我去找一下，他是送人的啊。他这写的是方胜先生啊，大雅，正直，送人的，没必要按他那个款落啊，你可以自己提个款，对吧？想句词儿写上。又画老虎，不画老虎了，老虎绝笔了。老虎近12年的啊，不画了。等下一次虎年再画。兔子画过了，你这没有上课吗？兔子画过了，下次我想画金钱豹啊，猫咪也画了，孔雀，哎呀妈呀，孔雀给我画的都害怕。小兔子那张，找不到了吗？哎，小猫咪画过了啊，这是咱们之前的案例。小猫咪画了，小兔子也画了，老虎也画了啊。小猫咪，这是小老虎，小老虎。小兔子，小兔子啊，小兔子，带个人的小兔子啊。下一节课，明天要么画老鹰，要么咱画个金钱豹啊，是不是？我看今天我看作业啊，有位同学这个小人画的挺好的，画的特别好，比例各方面都很协调，画的特别好。老虎也画过了，对吧？那老虎这个效果还不错啊，毛茸茸的，是不是？
就画金豹子，画黑豹还是画金豹？想学啥？画啥都行啊，画啥都可以。金钱豹威武啊！好啊，我看看啊，今天小目标完成没有啊？呀，今天小目标差得远着呢。怎么回事？今天这么多人，小目标差的这么多啊！好了，再说最后一句啊，喜欢老师课程的同学啊，可以点这个链接啊。画豹的呼声高是不是？好，232，目标没有完成，对，目标没有完成啊。什么小目标？就是老师每天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啊，这个课程最少卖出10份啊，10份，每次直播最少卖出10份啊，我就感觉这个就可以了。就是老师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，当然了，今天没有完成啊，今天人数不少，但是不给力啊。上一次人数少，但是完成了，奇了怪了哈。10个小目标，就10个名额。好了，没完成就没完成吧。那么咱们今天的课程啊，就上到这儿了啊，就上到这儿了。大家回去啊，自己根据咱们的这个课程回放啊，把这个牡丹花怎么画，好好的研究研究啊，把牡丹花好好研究一下。还有小燕子啊，那么老师已经是把图片画的时候，已经把那个局部放到最大了啊，放得很清晰了。那么大家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反复的看一下，你别慌画啊，你可以先回去先看一看啊。好多同学呢，直播间跟着画，哎，那么你想想，你在画，我也在画，啊，你画的过程中，你一抬头，我就画下一步了，对不对？画个别的东西了，你这样跟画肯定是画不好的嘛，明白吧？所以呢，看一看这个回放是有好处的。哎，好多同学买了，我感觉也不见得看哈，一定要看一看，好不好？你比如说你画哪一部分，你感觉没有画好，你就专门调到那一部分，哎，你这看一看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不需要你完全从头到尾这么看啊。主要教大家怎么学习啊，都操碎了心了都。看了呀，好，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啊。明天晚上啊，同一时间咱们画一只小动物。拜拜，各位晚安。